大家好 ，LK99 室温超导热点事件发展到现在啊，很多事情都已经比较清楚了啊，比如论文的内容、事情的来龙去脉啊 ，LK 兄弟追随恩师矢志不渝，完成恩师的夙愿，听起来很感人。但是另一方面，没有一家能够复现 LK99 的实验，也让这件事蒙上了很深的阴影。但实际上啊，LK99 的神秘面纱并没有被完全摘掉。也许中国和日本的专家正在潜心研究偷偷实验，想摘掉这个面纱。LK99 的专利啊，就是薄膜超导的部分。当然，按照中国清华大学张子立博士的看法啊，这个 LK99 的专利80%是假的。他在 EUCAS 就是欧洲超导年会上认为啊，薄膜可能韩国人手里都没有。我们啊也专门做过一期这个介绍这个事件，现在有了更专业的解读。我们看一下Commerce and Ransford 他这个专利事务所关于 LK99 专利设计问题的文章，作者呢是一位高级的专利律师，叫罗素武利。显然啊，这篇文章除了专利内容非常专业之外，他对 LK99 这一段时间以来发生的很多事情都非常了解远远高于绝大多数媒体，包括 Nature 和韩国的大部分媒体。当然比我们这些专门追逐的自媒体频道可能角度上是略有差异，但他确实抓住了一些重点。我们现在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文章。这是2023年9月7号在 3w.lexology.com 上的文章。Lexology 呢是智能的全球法律研究平台，经常在第一时间回应来自世界各地的法律问题。文章的题目是呢 LK99 专利是一个室温超导体。LK99 号称材料呢声称是一种室温超导体这一说法呢似乎遭到了科学界的质疑。我们来讨论，在为 LK99 申请专利的时候，其超导性能是否真实并不重要。本文无需专利法的任何预备知识。2023年7月，一组科学家发表了2篇论文，声称在一个他们称为 LK99 的材料中呢，在环境的条件下，就是室温和标准大气压观察到了超导性。这一发现很少见的在科学界引起了轰动，实现室温超导无疑是一项重大发现，显然可以立刻获得诺贝尔奖。一些评论员是这样说的。那这一发现是否属实呢？在宣布发现之前这些科学家也充分考虑到了商业利益，申请了一项专利，希望能保护他们的发明。如果 LK99 真的是一种室温超导体，那么这项专利它的申请可能会成为一个数十亿美元产业的基础。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可能会自由放弃这一发明，当然也可以安慰的期待那个预期的诺贝尔奖。一项国际专利申请已经在2023年的3月公开，题为室温和正常压强超导陶瓷化合物及其制备方法。发明人呢列为也是那2篇论文作者的同一组科学家。专利申请具体提到了 LK99 的名称，并申请保护一个通式的专利，该通式涵盖了 LK99。与专利申请一起公开的是韩国专利局是否应该授予专利的初步意见书。对这些科学家发明人来说是个好消息，意见书完全是肯定的，所有专利性要求似乎都得到了满足。尽管专利申请已经在几个月前公开但是直到那2篇学术论文的发表，国际科学界才开始关注 LK99 及其室温超导性的大胆声明。全球各地的团队迅速行动，试图自己合成 LK99， 以验证它是否的确如所声称的那样表现。不幸的是呢，就在全球兴奋迅速蔓延之时，随着各团队推翻了这一声明，兴奋也迅速消退。LK99 所展示的被归因于室温超导性的特性出现了更为频繁的解释，也许是铁磁性、日常磁铁背后的性质导致了 LK99 的磁悬浮，这被视为超导性的明显标志，也许是硫化亚铜杂质导致了其电学性质。所以对于 LK99 来说，室温超导性的梦想可能破灭了。然而为了保护 LK99 专利申请仍在进行，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对该专利申请的有效性而言， LK99 实际上可能不是室温超导体，这一点有多重要？
如果它不如最初声称的那样表现，是否可以授予保护 LK99 的专利？获得专利需要满足几个要求，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些要求是否能满足，取决于 LK99 是否是一个室温超导体。获得专利的第一个要求是发明必须新颖，意味着发明在专利申请提交之前不能为公众所知。对于 LK99 来说呢，它是否是一个室温超导体不应影响这个要求。如果该发明是 LK99 这块定义了分子式的材料，如果之前没有人公开过相同比例的铅、铜、磷、氧的化学式，那么不管 LK99 是否是超导体，它的新颖性要求都应得到满足。第二个要求呢是发明必须有创造性步骤，意味着对相关技术领域内的技术人员来说，该发明是非显而易见的。技术人员是一个法律虚构人物，他知晓自己领域内的所有知识，可以进行例行实验，遵循详细的指示和技术教导，但完全没有任何创造性或侧重思维。证明有创造性步骤是一个复杂和细微差别的法律争议领域。然而，在一个简单的层面上，如果一个发明实现了非预期的结果，它更有可能被认为具有创造性的步骤。如果 LK99 是一个室温超导体，而且当然是非常出人意料的，因此呢，就是一个创造性步骤存在的非常有力的证据。然而反之则不一定成立。未能实现室温超导性本身并不一定意味着没有创造性步骤，这取决于 LK99 还实现了什么。例如，如果 LK99 仍是一个超导体，但是远低于室温的温度下，只要没有理由使技术人员预期该化学式至少是一个低温超导体， LK99 的发明可能仍显示创造性步骤。只要 LK99 实现了技术人员不会预期的东西，即使这件事不是室温超导性那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创造性的步骤要求也可能得到满足。如果 LK99 在任何温度或压力下都不是超导体，那情况会较弱。如果 LK99 没有任何有用的性质，那么从创造性的步骤角度来看，它实际上会被视为铅、铜、磷、氧的任意组合。可以认为这种组合对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任何元素的任意组合一样那么显而易见，因此就不存在创造性步骤。获得专利的第三个要求是呢，专利申请必须提供足够的教导，使技术人员能够实施这一发明。这一要求通常被称为充分性或者可实施性。为了理解 LK99 是否是一个室温超导体这一点是否会影响达到这一要求呢，我们需要简单介绍一下更深入的专利法层面。受专利保护的是专利权利要求书中写的内容，决定如何撰写权利要求完全取决于专利申请人。通常他会和专利律师密切合作。对于像 LK99 这样的材料，权利要求通常会包括覆盖 LK99 具体分子式的一个通式。然而除了这个化学分子式，专利申请人可以选择在权利要求中写明该化学分子式是超导体甚至是室温超导体。如果他们这样做，这就意味着只有当存在化学式和材料是超导体时，发明才存在。这与 LK99 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相关。其中定义该化学式为一种超导陶瓷化合物，即需要超导性，但不一定是室温超导体。如果权利要求包括室温超导体的要求， LK99 不是，技术人员呢就不能实施这一发明，可实施性要求将无法满足，这就意味着不应授权专利。如果权利要求包括超导性要求而不具备说明条件，只要 LK99 在技术人员可以合理实现的某些条件下是超导体，那么可实施性要求应得到满足。如果权利要求完全不包括任何超导性要求，比如直列化学分子式，那么 LK99 是否是室温超导体并不重要，只要根据专利申请的教导，技术人员能够重现这个化学分子式，可实施性要求就得到满足。获得专利的第四个要求是发明必须具有工业适用性，意味着发明必须在某种方式上有用。
这听起来 LK999 啊，是否是一个室温超导体与这个要求是很相关。如果不是，它有任何实际用途吗？但事实啊，并非如此。工业适用性的要求门槛是非常低的，只要一个发明，可以在任何方式下使用，它就被认为具有工业适用性。所以啊，即使 LK99 在任何条件下都不是超导体，也许它可以作为一种异常昂贵的船舶压载物，这已经足以使其具有工业适用性。你可能会觉得，鉴于工业适用性要求的门槛如此之低，这个要求的意义是什么？在实际的层面上啊，其意义在于它为专利局提供了一种拒绝违反物理定律的专利申请啊，比如永动机的方法，而无需想出不能合理阐述的理由，说明为什么不应授权专利。总之啊，LK99 是否是一个室温超导体，可能不是决定是否可以为其申请专利的决定性因素。如果它的化学分子是新颖，如果它实现了非预期的结果，室温超导性或者其他结果，并且如果权利要求不包括室温超导性要求啊，甚至可能完全不要求超导性，那么它可能可以获得专利保护。LK99 专利申请的这个命运啊非常有趣，它还在早期阶段，鉴于对其是否有任何用途存在广泛的怀疑，它的申请啊可能会被放弃，但它也可能仍然会被维持，并用于在全球范围内申请专利保护 LK99。如果维持该申请，考虑到如果最终发明人是对的，而世界其他地方是错误的，这可能是非常有价值的。那么维持申请可能是明智的，将很有趣的看到各国专利局如何处理可专利要求的审查。专利申请中的实验数据声称显示了室温超导性，专利局按照书面接受这一点吗？就像他们可能对一个不被国际社会如此强烈审视的未能重现室温超导性的尝试并拒绝专利申请吗？我们啊也会持续关注这个申请的进展。这是啊这篇文章写的呢比较拗口，但是呢我觉得写得很明白，讲明了专利申请的4个重要特征。那这个专利律师写的文章分析 LK99 新材料的水平，我认为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个呢，文章啊对 LK99 新材料的可能的超导性提出质疑，认为这一点呢尚需科学界的验证，表明作者呢他是具有科学性的这种怀疑态度的。第二呢，是文章啊它系统的分析了专利申请需要满足的新颖性、创造性步骤、可实施性和工业适用性的要求，并且集合呢 LK99 的材料具体情况，这一讨论呢这些要求是否能一一满足，显示作者对这个专利法和专利审查的这个理解和相当的分析能力。第三点呢，就是文章最后得到结论 LK99 的超导性不能确定，并不决定其是否获得专利保护这个结论呢还是比较中立的，还是比较准确的。另外呢，文章前后逻辑比较清晰，层次比较分明，语言表达的呢能力也很强。当然了，文章对一些专利法的概念和原则呢也进行了比较通俗的解释，是我这些非专业读者呢也能理解。所以啊，从上面来看我们认为这篇文章的分析水平在专利律师界估计是比较水平高的，展现了专业的这种专利法的分析能力和清晰的表达能力。那关于专利律师这个行业啊，应该是律师界比较特殊和收入较高的一类。原因是呢，因为是这专利律师啊，需要具备法律专业知识和一定的这种科技工程背景知识，而且啊，专利诉讼案件它的复杂程度和技术含量高，因此我觉得专利律师收费也都比较高。关键是呢，由于啊这个专利律师主要服务的客户群体是科技公司、研发机构，这也决定了他的收入水平会比较高。所以专利代理是技能性比较强的工作，优秀的专利律师啊还是有稀缺性的。总的来说呢，专利律师是一个比较牛的行业。 AI 将来会不会替代呢还难说，但是我觉得它的专业性和服务对象啊还是觉得值得肯定的。那这一期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了一篇关于 LK99 专利申请里面的各种门道。其实这个知识呢，对其他的科技专利申请也一样有效，也希望对您呢有所帮助。那好的，关于 LK99 专利这个话题啊，就和您聊到这儿。
您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呢，请您关注、留言、点赞和转发，谢谢，再会。